嗨，欢迎回来帮你，我是吕，我是阿哲。没错，趁着阿哲来到邦尼工作室做客的机会，我们也拿出珍藏许久的手机军火库，微信和阿哲将各自挑选5只手机，彼此不会知道对方选了什么。那最后2人呢，就会跟大家聊一聊当年发生的故事，说一说有哪些回忆。那究竟2人会跟这些手机们擦出什么火花？一起来看看吧。嗨，欢迎回来帮你，我是微信，超久没有出现在镜头前面，大家真的好久不见。在我旁边的呢，就是大家的好朋友，我们欢迎阿哲。好，大家好，我是阿哲，好久不见。虽然我从来没有出现过你们这边啦。有啦，我们有在其他的影片 fit 过，但不是在我们频道。我第一次在现场听到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哲”，有点感动，可以再一次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哲，我是那么好 Q 的吗？如刚才驴子说的，我们已经各自挑好了5款的手机，我们这边选了5只手机，然后阿哲那边也带来了5只手机，但是因为我还没有看到底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会跟大家聊聊这些手机当年的故事，可能有一些回忆，可能有好事，或许也会有憾事，吗？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吧。好，可以帮我拿一下我的手机吗？等一下，不是说一次一支的吗？为什么拿2只出来？这一定要一组，没有办法分开来讲嘛。是，我左手的这只是三星的 Galaxy S4 Zoom，然后右边这只是 Galaxy K Zoom，所以不能分开来讲嘛。手上的这2只呢，分别是三星在2013年6月发表的 S4 Zoom， 然后另外一只是 Galaxy K Zoom， 就是在隔年2014年发表的下一代的机器。所以他们发表的年代应该是跟 S4 还有 S5 差不多时期的嘛？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只长得不像 S4 啦，可是这只明显长得跟 S5 啦，对，就是 S5 长胖的版本。对。我今天拿这2只手机出来，有在看阿哲频道的观众一定都知道，之前阿哲有拍过另外一只手机叫做 Galaxy Camera， 没错，它其实也不算是手机，它就是一台 Android 系统的相机了。对，所以如果要下一个注解，我觉得 Galaxy Camera 比较像是相机为基础，然后加上手机功能。差不多，然后这2只的话，我觉得就是手机为基础，但是加上了更好的相机的感觉，就有点像是现在手机的概念了吧？对，但是有一个差异是 ，Galaxy Camera 其实是他们的前身吗？我觉得就是三星在尝试，算是，对，Galaxy Camera 是2012，然后这是2013，然后它是2014。好，那我们回来看这2只好了。我觉得这2只手机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异，就是你不觉得 S4 Zoom 是明显更认真做的一只机器吗？跟 K Zoom 比起来的话，怎么讲？我觉得第一个是，你看 K Zoom 是完全平面的但是 S4 Zoom 它保留了这个手柄。然后第二个是它保留了这个圆形的实体快门。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它的对焦环居然是真的可以转的，而且它是对焦用的。A few moments later， 你先看一下，它这个图片的话也可以这样子转，然后它就可以换大小。那这到底是变焦环还是有其他的？我不知道它这个的话，对，它是变焦环没错，那可能有其他的模式啦。你们可以，我们等一下拍 B roll， 你们可以看到在转的时候，它整个模组是一起在动的。对，很酷。哇，我觉得如果你有玩过 S4 Zoom 的这个功能，你就会觉得 K Zoom 为什么要拔掉这个功能？可是你不觉得这很疗愈吗？这很像是我们现在的 S Pen 一样，这是2014年的疗愈工具对啊，就哇，这样转来转去也是很爽的或者是那个 Galaxy Watch， 但是是 Classic 的版本。我觉得三星很会做这种疗愈的。你看 S Pen， 然后这个就是 Galaxy Watch 的相机版啊，可以这么讲吧？我觉得可以这么说。我觉得这的确是当时数位相机，然后他突然想说，我们能不能把数位相机跟手机结合的一个产品？然后还有一个重点，你有看到这边写了一个10倍，对，所以有另外一只手机，可以帮我拿一下 S20 Ultra。对，哇，你们那么快就准备好了谁的没有啦。我们这边好像不是很清楚是多少啊？10倍吧？它上面是写100倍，对不对？对，100倍，然后它是写 Space Zoom 100倍，所以三星真的不是到 S20 Ultra 才放到底有几倍上去，它其实在以前 S4 Zoom 的时候就放了。对，然后重点是
其实那个100倍也不是真的100倍，我记得这只手机是光学4倍。S20 Ultra 的话好像是4倍，还没有放10倍的进去。对，然后 Note 20 Ultra 就到5倍，然后那个时候还是最高50倍而已。对，所以他们一个是100，一个是50，所以它反而好像有点缩回去。对，因为那个时候的100就真的是效果不怎么好。接着我们来看 K Zoom， 所以你可以拿看。对，它整个感觉真的是跟 S4 Zoom 差蛮多的，这个就真的很像是一台手机的感觉了。对，我最近喜欢用一个词叫做社会化，就是你可以很明显看到它是一个概念性很强的产品。对，可是到 K Zoom 的时候，很像在迎合大众的感觉了。对，然后我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是手感，就是 S4 Zoom 你不管怎么拿都很不对。你看我这样子拿，它中间是有空隙，我们等一下 B roll 再拍给大家看。到 K Zoom 的时候，它就可以像一般的手机很服帖的拿在手上。应该说 S4 Zoom 本来就是要你这样子拿比较顺手的吧？对，可是你平常还是要滑脸书、滑 IG， 所以你可以很明显感受到这是一个经过社会化的版本。对，它如果算是协同的话，这可能就是60%相机，40%手机，那这个就是倒过来了。对，我们其实有拍了几组样张，我们这边你可能看不到样张，还是我们其实有拍？我们有拍，好，那可以给我们看吗？我个人觉得 S4 Zoom 感觉是略优于 K Zoom 的，对不对？我先问一下，这个是几倍的变焦啊？这是几倍的变焦？这都是10倍的，10倍的变焦 ，OK。所以代表说 S23 Ultra 是原生10倍的镜头，但另外这两只应该也是原生的10倍吧？对，那所以这两只就是变到最高倍率10倍光学吗？是 ，OK。所以看起来其实细致度真的是没有什么差别。我觉得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异是，2023的 S23 Ultra 的 HDR 效果真的明显好很多。哦，这个是一定的，这个就是可以看到那个右上角的 S4 Zoom 跟 K Zoom 基本上都爆掉了。对，然后 S23 Ultra 它有成功还原回来。而且如果是这个场景的话，我觉得 S4 的表现比 K Zoom 还要好一些。我觉得是，但我觉得也不排除，因为这边要跟大家解释另一个问题，是因为他们都是实体的伸缩模组。我们是不是有那个镜头？好，所以你可以看这种一般的单眼镜头，它都会这样伸缩嘛。对。所以它中间还是多少是有缝隙的。然后当灰尘可能落在这个上面，然后你这样转，它就慢慢进去，慢慢进去，慢慢进去。所以基本上只要是机械结构，它都会有这个慢慢入尘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也不排除是，你看它就会这样伸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伸缩镜头没有办法避免的问题，就是它慢慢的一定会有入尘的状况，然后就去影响到它的光学表现。所以像现在像 S23 Ultra 这种，它是单颗，然后都做到 IP68， 然后封装起来的镜头，它就比较不会有入尘的问题。我觉得或许也算是优点之一嘛，就是看你要怎么取舍啦。这种的就比较可以做到无段变焦。对，现在手机基本上就是都不太行。我觉得这边我想再补充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从2023的观点回去看这两只手机，应该都觉得蛮酷的。很酷啊，就是很酷，而且你会觉得说，当时为什么大家不选择这么酷的手机？你拍到了啦？我按到了吗？你按到了。因为我第一次带 K Zoom 来的时候，我们现场帮你团队的伙伴都觉得，哇 ，K Zoom 真的很酷，而且它是有一定成熟度，然后很精致的一只手机。但是你回头去看，当年有什么选择？有 HTC M8， 然后有三星自己的 S5。然后苹果那边有 iPhone 5S，然后 iPhone 6快来了，你把它们放在一起，你就会觉得 K Zoom 在当时真的长得很怪。就是以前的自己看到这个外形，其实也不太会买单。就是我当年其实有很明确的记得，我有去摸过 K Zoom， 然后我就想说这什么东西。所以当时的自己其实也是抗拒的。对，我觉得从2023回去看，你会觉得这整件事情很合理，是因为 S23 Ultra， 你看它也是越来越大只，然后越来越厚，它本来就是一个主流了啊。对，以前2014年的手机都还在主打轻薄。我们从现在的角度，你会觉得 S23 Ultra 这个方案应该是更好的。就是你看它可以做平，然后做薄，又可以防水，又可以防水，然后又不会有入尘的问题，耐用性、功能性，然后又透过现在的 AI 啊，然后各种的数位变焦的算法，其实它的表现从刚刚的样张你就可以看到，它明显是大大的强过 S4 Zoom 或者是 K Zoom 的。对，基本上也补上了没有办法无段变焦的痛点了。对，就是因为现在的数位变焦是算法是真的蛮强的。
但是我觉得拉回来讲另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如果当年这种手机就是像 K-Zoom 是主流的话，那经过了这样10几年的发展，会不会其实这个模组也可以做得很小？有可能。我其实有想过一个，这手机里面有一支 S Pen， 那我们就不要 S Pen 啦，我们把整个这个长度的通道都拿来堆这个连续光学变焦，是可以这样子的吗？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就是我们整个做成内变焦，然后就可以达到0.6倍超广角，然后到10倍光学长焦，但是我们牺牲了一支 S Pen。啊，我觉得不是 S Pen 的问题啊，而是我觉得当时应该还处在一个没有人知道说这么大的光学模组，第一个它到底能不能活这么多代，然后第二个是它到底有没有未来性可言。因为我必须说，就算是2023年大家的接受度再高，长成这样的手机应该也很难，也很难买。虽然有一部分，我觉得厂商也可以操控这个消费者的喜好，对，只是这么夸张的一个低声。但是你要想哦，这些品牌是花了多大的力气才说服大家从小手机换到大荧幕？确实。然后大家是花了多久的时间告诉大家说，在手机上面拍照成为了一种可能？好，我们这不能再聊了，我们来看阿哲带来的第一款，我还没有看过。你没有看过，但你刚刚有讲过它的名字。我有讲过它的名字，那其实就是我之前拍片的这台 Galaxy Camera 啦。我相信很多人有看过你那个影片了，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看过，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它特别在哪里吗？对，你们刚刚讲 Galaxy Camera 就是这几支的上一代，那其实它的外形就真的是长这样子，就更像相机的样子了。它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手机的元素，你看前面它听筒也没有，但是它好像可以插 SIM 卡的样子吗？我有点不太记得了。那它可以打电话吗？到底？好像可以，对，它有电话的 app 的样子。但是我有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内建，我觉得内建也很合理。大家还记得旧版的 IG 的 logo 吗？对，因为它这边有 Instagram 的 logo 在这边。旧版的 Instagram 的 logo。那我觉得两个最大的差异是，第一个是尺寸吧，我觉得。对，尺寸上其实我觉得要跟这个，因为这个才是它的下一代。对，那其实差不是很多，只是 Galaxy Camera 的萤幕有更大啦，然后就是更厚。我觉得手感来讲的话，当然要看你怎么拿啦。你如果是这样子拿的话，那当然 Galaxy Camera 就是更厚、更不好握。很明显 ，Galaxy Camera 的镜头模组更大。对。然后 S4 Zoom 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其实旁边就有写了。对，你们刚刚讲说10倍什么的，你看这个侧边写 Galaxy Camera 有21倍光学，所以早在那个时候，它就有在机身上面标是几倍光学变焦，而且还更多。所以是2012就开始。对，2012就开始了。准确的告诉我们，究竟三星在机身上面标是什么时候？我真的也不记得，搞不好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也说不定。因为100倍变焦标在机身上，当年被吐槽蛮多的。因为就是那个效果很不好啊。对，只是这个21倍变焦，就是真的完完全全的光学变焦了。哇，它的效果不会差到哪边去。所以如果如我们刚刚说的，不止 S Pen 要拔掉了，应该手机要再更长。对，好，那你可以跟我们说说你有什么感想吗？或者是哪些特别的地方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样子比较下来，我真的还是比较喜欢 Galaxy Camera。一方面就是我自己啦，我就觉得它的颜值比较高。对，完完全全碾压，就是它整个质感也好，它整个机身设计也好，我觉得这是更棒的。虽然快门键它就是相机嘛，那个快门键就已经秒杀啦。对啊 ，S4 Zoom 虽然也有这个快门键，但是你看它还有这个变焦的。虽然说它镜头旁边是没有那个环的啦，只是它没办法转。对，那它好像略胜一筹，差不多啊，就是看你的习惯嘛。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很酷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快速开机，就有点像是早期的 HTC 那样子。你什么时候会发那个影片？哎呀，这个之后再说。某一天，阿哲会详细跟大家介绍 HTC 的快速开机。对，就是有一段故事的，大家敬请期待。对，然后它还有一个另外2只秒的功能，就是它可以直接这样子，哇，按键弹出这个氙气闪光灯，很酷。完全碾压各位，所以当年这台手机大概卖多少钱？我记得其实 K-Zoom 好像没有卖到破2万，就是1万，应该很少吧？虽然台湾有卖，但是真的是卖不好。可是你要想，1万6、1万7已经是超级贵的数位相机，对，已经有点当年的小微单吗？不过它应该有手动模式那些的吧？有。
其实都有，但可能画质上面就是一般数位相机的感觉啦。我们今天不会很详细的去讲这些相机，因为我们之后会再出一个影片这样子。对，应该独立的去讲，没问题，才有比较有时间去讲清楚。说到这个，我今天带很多手机，其实也是一种剧透都是很多我接下来会拍的影片怎么办呢？各位观众这个订阅按把起来一下吧。握这个对阿哲的频道，好不好？我们也顺便订阅一下。对，可以的，你们早就订阅了啦。好，大概这样子吗？我觉得为了我们的拍摄时间着想，还是赶快对，但是我这边要补充，阿哲其实有拍一支很完整的 Galaxy Camera 的影片，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去看，去看一下，资讯卡一定要去看。那接着就来看我的第二组。等一下，第二组5只手机，你们这个规则是这样子定的吗？这还是得一起讲嘛，所以没关系，我们就稍微的看一下。所以第3组是10只手机写，是不是？第2组我统称叫做 Windows 小兄弟们啊。第一个是当然就是 Nokia 他们自己出的 Nokia Lumia 920。对，然后接下来 HTC 在同期又出了 HTC 8X。这个应该就比较少人有看过了，是三星的 ATIF-S。台湾有卖吗？好像有上过，我在店家有看过，但真的是没有人拿。对，所以因为你同时期是三星的 S4，可能它的外形比较像是 Note 2之类的。因为其实它在一个很尴尬的阶段，就是它在 S3 出完没多久然后 S4 快出的那个时候，所以你会感觉到它有一点 S4 的感觉，所以它有点剧透吗？它实际上比 S4 还早出。你不要看它是这种金属法丝纹的设计，实际上它是塑胶。那时候三星很喜欢搞这个。对，三星那时候是把塑胶玩的最好的品牌。对，美化的说法是这样但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直用塑胶，真的就是死不换其他的材料。你看同时期 Nokia 那时候已经是微软的，所以同时期有 Nokia， 也就是微软自己，然后三星也出了 ，HTC 也出了，你就会想说，应该是微软找这些品牌，想说一起来壮大 Windows Phone 市场吧。结果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我前一阵子回去看才发现。当年 HTC 发完 8X 的时候 ，Nokia 还出来公开说 HTC 抄袭他们的 Lumia 820。所以你就想说，我觉得那个时候微软自己应该也很慌，就是他还不知道说我到底要玩我自己的，然后去继续抢，比如说抢 iPhone 的市场，还是他想要抢的其实是 Android 的用户，就是他应该要开放性的把他的系统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他也在两边游移当中。我觉得 Windows Phone 从头到尾都是在一个不确定当中度过的。对，然后但是我真的觉得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可以这样讲嘛，反正就是玩手机的生涯当中，我觉得有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就是自始至终我从来没有拿过 Windows Phone 当过主力机过。应该说那年代真的拿主力机很少啦。如果各位朋友最近有重新回去玩 Windows Phone 的话，你就会发现像 Microsoft Store， 然后 Windows Update 全部都没有，已经没了，不能用了。所以这就变成是一个只能打电话的手机。应该说比较新的 Windows 10 Mobile 还是可以上 Windows Store。对，但是你这是应该是 Windows Phone 8的，8就不行， 10之前的都不行。可是就算是10，像比如说 Facebook、Instagram 那种主流的 App 全部都没有了。对，当孤儿了。然后现在的 X 还是 Twitter 的 logo 所以如果你想要 Twitter logo，Windows Phone 是你的好选择。对，还可以找得到。还可以上吗？我不知道，但是我有在那个商店里面看到。OK， 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 ，Lumia 920出没有多久，其实925就跟着出了。我刚好有黑白2个版本。对啊，925差那么多哦。你不觉得我们对 Windows Phone 的印象应该是长这样子吗？应该说后期的就是这个外形。这是我仔细回想了一下，我对 Windows Phone 有记忆的那个 image。应该是长这个样子，这就是你跟我不太一样的地方了。因为我对 Windows Phone 情怀比较像是这种外形的。我的时代已经到单镜头雾面设计。有啦，我当时有借阿哲有开过，就是 Lumia 1020，当时有借来玩一阵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当过主力机。但是我当年就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点，就是 Windows Phone， 应该说 Windows Phone 8作业系统非常非常的流畅，就是很顺。我从来没有在上面遇到任何的卡顿过。他不知道是施了什么魔法一样，就是那种低阶机都还是很顺，你很难把它弄卡。我从来没有在上面遇过卡顿，但是
因为当年我是 iOS 跟 Android 双起，所以我就会很明显的，比如说像 Windows Phone 的这个下拉选单，是很后期才真的有下拉选单是有功能的，然后包括你想要看一个电量，其实都没有这么容易，就是如果你有电量焦虑的人，可能会很想要去看到底是多少百分比，看不到。可是，在 Windows Phone 上面，你后期的下拉可以看得到，但是前期你要看个电量都有困难。那像这支920的话，就是连下拉都不行了。对，920没有办法，925可以了。其实应该更新之后也可以，但就是大家可以感受到，当时 Windows Phone 的一个版本更新可能都会有很大的改变。但我觉得当时 Android 跟 iOS 也是一样的状况，就是系统真的都没有到很完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感觉，以前我们在每一次系统大更新的时候都会很开心。就会在同一只手机上感觉换了一只手机。对对对，现在都比较少了，而且会很期待，就是他发的大更新。但现在就没什么感觉了，因为其实都很齐全了啊。Android 14，对啊。我有想到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拍出来，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拍的是你跟 Lumia 1020的一天的话，那真的可以相当于人间蒸发一整天，因为他几乎没有办法跟别人连线，你想要用 LINE 传个讯息都不行。然后重点是连浏览器开个 YouTube 都有困难，所以你连登录 Facebook 就什么都不用想，它就是只剩下电话功能。所以我觉得用一句话注解，2023年的 Windows Phone 就是一个美丽的装置艺术。节目有点超时了，我们来看阿哲的第二只手机吗？好，没问题啊。应该也不会跟我一样有一组吧？哎呦，这个你当然是说对啦。我拿出来的就是8X 跟8S。8S 你应该就没有了吧？我没有 8S， 因为这两只手机应该是同一段时期出，对，然后一只是比较旗舰，一只是比较中阶一点的，只是他们都是这种比较大胆的设计。我自己来讲啦，就是我会比较喜欢8S 的设计，它的那种跳色风格比较厉害，而且你们也可以比较一下两台8X 的话，一台是黑色，它就是比较低调，对，那红色版的8X 的话，其实仔细看也是可以看出来，它是红色跟橘色的搭配。就有点跳色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这个元素后来有延续到 Pixel 上面。哦，对，也有那种感觉。对，其实当年 Windows Phone 就是很青春，然后很有活力的一个，只是年轻人不爱啊。那8S 的话，我是比较喜欢它的黄色。它的黄色我印象中是黄色跟灰色在比对的，跟这个有差，跟这个不太一样。但是我个人认为 Lumia 经典的颜色永远都是黄色。哦，对对，这是一定的，只要是黄色都是他们经典中的经典。那后来就对比较少了。那这台8S 的话，就是黑白相间的设计，就它的跳色感真的会比8X 还要强。因为我记得当时8X 做跳色也就只是背面跟可能听筒之类的在跳而已。那8S 的话就是对跳来跳去的，这两个差很多。我觉得在听筒上面拉一个跳色的颜色，这个想法很超前欸。对，非常非常的超前。你看以前的手机，其实你要说它前卫吗？他们其实大部分偏向保守。很多家厂商就是尽量隐藏啊，不要那么明显，就它就是对，就是这很 Windows Phone， 这真的很 Windows Phone。然后 HTC 当时出这两只手机，因为它都叫做8开头的嘛，所以它好像就是第一支预载 Windows Phone 8的手机了，不然前面几支都是 HTC 7什么什么的嘛，像是 HTC HD 7跟什么7摩萨之类的。我刚好有 Windows Phone 7.5 的机器。你看当年的 Windows Phone 其实还没有到这么的跳，就是中规中矩的金属。重点是当年有直接印 Windows Phone， 而且我记得 HTC 的 HD 7好像也有跳色一点点，就是黑色跳橘色的样子。它这支是泰坦啦 ，HTC Titan， 它是比较后期的，好像是 Windows Phone 7.5 的手机。然后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其实系统界面上已经蛮像了，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差异。你这次是 Windows Phone 7.5， 那这个是8的，就是风格大致上都很像啦。对，而且不知道你刚刚有没有发现到，这几只手机都有快门键呢？对，没错。这个真的是 Windows Phone 以前是有快门键的，就连三星当时 Android 手机没有什么在做快门键，在 Windows Phone 上面也做了，很酷哎。
他们所有人的快门键基本上都是长按就可以开相机。这是什么规定吗？就是一定要放快门键吗？这是为什么大家都你又拍我是不是啊？而且这是 Active S， 真的是很有违和感哎。我这样用S4长相的 Windows Phone， 就很像缝合怪那样子啊。你看这个桌布，它就是 S3 的桌布啊。那为什么？对，这边顺便跟大家分享，当年的 Windows Phone 都是其实到 Windows 10都还是长按，然后往下拉关机，他就会跟你说再见。我觉得这个设计很棒啊，真的，不仅是下拉关机这回事，还是跟你说再见这回事，非常有人性的感觉，就很像很 friendly 的感觉啊。然后三星的这一支真的有很缝合的感觉，就是阿哲刚刚说的，你看这个开机的界面，它是长这样的东西，我没有看过。Windows Phone 超级违和，你有看到上面的三星 logo 跟下面的 Windows Phone 整个完全不该在同一个地方出现的，对，两大巨头的。然后重点是你看，当年是Samsung Mobile， 这个很有情怀的一个 logo。我觉得当年 Windows Phone 有一个特色是，他们都做了这种曲面，就 2.5D 的正面处理，所以也算是一个特色吧。好，我们这一 part 先这样子了啦，先这样，那就来我的第3支喽。好，来吧。耶，好，那我就进入到我的第3组手机了。好，我一样有2支。为什么又是 Windows Phone 啦？还是 Windows Phone？ 这故事要讲完嘛？就是我对这支手机叫做 Lumia 950，然后它有一支兄弟机叫做 Lumia 950 XL。哦，对，所以事实上这是最后的 Windows Phone 旗舰，这是最后一支，算是吧。对，这个时期已经，你可以看这个 logo 的变化。早期的 Windows Phone 上面是 Nokia， 现在变 Microsoft 了，这个时期已经变 Microsoft， 所以它已经不是 Nokia Lumia， 而是 Microsoft Lumia。对，所以要我下一个注解的话，就是陨落的 Nokia，然后跟陨落的 Windows Phone 旗舰，这真的是最后的最后了。对，但是你会看到，我刚刚说了，我还是要用那个词叫做社会化很多，就是它变平了。对，然后背面不觉得长得很就是一般手机，就大众化啊，大众脸啊。对，然后重点是它也随着这个潮流加入了这个生物辨识，它有虹膜辨识的模组。我觉得很酷哎。你一直都没有戴眼镜吧？对。那你有用过虹膜的手机吗？虹膜的手机的话，可能我不是说 Black Magic， 我说的是虹膜辨识的手机。我知道啦，之前有介绍过三星的 Note 7。那你有用过？你觉得还算好用吗？这就普通。对，其实那当年第一代的虹膜不是很好用，可是到了可能 S8、S9 那个时候的虹膜已经是没有戴眼镜的人都可以瞬解的。哦，他们有改善过的。对，但是因为我一直都有戴眼镜，我一直都觉得虹膜不是特别好的方案。它就是所谓的 Windows Hello 啊，就是像很多 Windows 笔电那样。但现在的 Windows Hello 其实主流变成指纹辨识，跟红外线脸部辨识，他们反而放弃了虹膜啊。对啦，那是红外线，跟虹膜不一样。对，然后我再讲一个重点是，这是一支5.2寸的萤幕，然后也不是他们最旗舰的机种，可是它一样采用了一块很漂亮的2K AMOLED， 真的很细致哎，超级细腻。它的 PPI 你换算应该有500-600 PPI 吧，对，非常非常细腻，而且它只有5.2寸，所以当年其实你可以看到它有社会化的地方，但是它还是尽量的想做一些事情。但我不知道微软当时知不知道这就是他们最后一支旗舰。如果他们知道，绝对不会做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它不是 Windows Phone 最好的样子。但是我要讲的最后一个重点是，以前的 Nokia Lumia 其实很难换电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拆过它，但你在拆它的时候就会发现，它其实很漂亮，可是它并不那么好拆卸。除了某几支还蛮好，其实925蛮好拆的。但是呢，各位，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在2015年出现的黑科技。它推出了一种叫做无缝快速满电的技术。无缝，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1秒内0到100%。对，微软在2015年终于推出了这种，对，以前都没有哎。对，它居然在这只手机上社会化了，它可以换电池。哇，你就直接在开机的时候给它拔电池了？可以啦，没关系啦。这题外话，但是我其实想讲的是，我前面有说，Windows Phone 8时期是我最遗憾的一个时期。但我个人认为，在手机的历史上，觉得最可惜的一个阶段，其实是 Windows Phone 10。
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然后也没有然后了。对，但是当年他其实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颖的概念，叫做 Continuum。我不知道它的官方念法是不是这样，但是原则上你可以想它是一个接力的功能，也就是说你现在这只手机只要把 Type C 插上一个 Hub， 然后你接一条 HDMI 到任何一个荧幕上面，它就可以直接透过手机输出一个简易的 Windows 啊，不就是 Samsung Dex？ 对，你有听到的关键叫做 Samsung Dex， 可是你不觉得这个概念由微软来做，肯定会比做得起来呀？对，完全是做得起来。而且我再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你看这个当年的 Office 界面，它几乎已经做得跟电脑非常像了。就是在生产力上，有很多人会问我们说，如果我要买来文书作业的话，你推荐 iPad 还是 Tab？ 我只能说，如果你只是 focus 在文书作业都可以，但你只要有更高强度，你想要稍微 coding 一下，你想要稍微再多视窗切换一下，乖乖买 Windows 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好，那这边也要帮 macOS 的那个用户办，对啊，反正就是 PC 是你最好的选择啦。对，我最后下一个注解就是论生产力的话，我觉得如果 Windows Phone 的这个 Continuum 这个概念有起来，应该可以在2023年完虐 Android 甚至 iPadOS。但是不过它也是就是针对那种比较想要生产力的人。但是我想要讲另外一件事情是，如果当年 Windows Phone 真的有活下来，以2023年的效能，不管 Agent 2、Agent 3这么好的处理器，它在上面跑一个完整的 Windows 11，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所以也不用再去考虑说什么 Windows 11 on ARM， 不用去考虑这些问题，它可能原生就是在 ARM 上面的作业系统。对啊，那也就可能没有 iPadOS 或者是苹果的 M 系列处理器这些事情，可能都不存在。但我觉得追单行道嘛，过了就过了。但我想要讲另外一件好玩的故事，让我补充一下，虽然有点超时，就是微软其实是在2016年年中的时候宣布他们不再出，应该说要出售这个手机部门，所以微软自己的旗舰停留在 Snapdragon 808跟810。但是他们同时有跟很多的厂商合作，说我们还是要在那个时间节点，他们并不知道说微软不玩了。于是像 HP， 这是一只 Snapdragon 820的手机，而且它的 logo 还是那种比较高级的 HP， 而且对，你可以看到这已经是新的 HP 了。对，就是新的 HP logo， 所以基本上这只手机就是把微软当时在推的那个 Continuum 做得更好。对，我有印象，它是不是有配件，就是可以直接让它立起来？对，它有出了很多，反正就是让你变成手机变身成真的 Windows 电脑的各式各样的周边，所以我才说以2023年的效能或者是2023年的资源来看，如果当年 Windows Phone 有活下来，应该真的可以跑一个完整的 Windows 11啊，最少。对，所以我认真觉得，我如果要讲近10年最可惜的科技的事情，这绝对是其中一个。好，我的这一趴就先到这边。好，那我们来看阿哲的第3只手机。对，因为你们现在介绍的就有点像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嘛，就是 Windows Phone 的结束。那你要来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吗？没有，我要讲的也是另一个时代的结束。我们是毁灭者，就是这一支 HTC 的 HD2。它算是 Windows Mobile 的时代的结束的其中一只手机啊。虽然在后面它还有另外出一只叫做 HD Mini 的，它并不是最后一只，但是我觉得论代表性的话，它也算是很有代表性的。而且如果你们有在关注科技圈的大小事，应该都知道它的神话。对，这是神机中的神机。对，基本上从 Windows Phone 时代一路可以升到 Android 的系统都可以。对，然后它搭载的是 Windows Mobile 的系统，但是它可以刷 Windows Phone， 然后各种乱七八糟的系统它都可以刷。基本上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开发者这么爱它，但是因为它真的很强啊，它的规格以当时来说非常的强。然后它的萤幕虽然是已经有一些坏点了啦，但是可以看到它的界面就是一整个 Windows Mobile 的界面。然后当初 HTC 厉害的地方就是这边，因为它把原本很难用的 Windows Mobile 搞得很像是真的能用一样啊，它确实是真的能用，而且它很漂亮。我觉得它其实后来有很多概念也慢慢移植到后来的 HTC 的 Android 手机上面。对，有。我觉得它的概念就很像你在一个没有那么好建房子的地方都可以建得这么好了。真的，那个时候 HTC 是很强。HTC 在当时
你可以懂。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经历过 HTC 那个时代，你真的很难懂为什么当年大家那么喜欢 HTC。因为他们真的有这个实力，应该有很多观众对这个界面都有一点情怀吧。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 HTC Sense 在 Windows Mobile 上面的，它就可以这样子滑，然后就有很多的这种页面可以切换，然后它上面这些图标真的都超级漂亮的。我觉得可以 recap 到我们刚刚讲的，我刚刚是不是有说每一次有系统大更新都会很期待？那个所谓的系统大更新，其中一个就是 Sense 的更新。对，它每一代 Sense 都差很多，而且非常每一代都是经典，而且这是我其实本来预计在下一 part 才要讲的，但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讲很适合。好，手机的历史上少了 HTC， 手机的创新真的会少很多，少很多，真的。而且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现在有很多手机上的 idea 都是当年 HTC 已经玩过的。其实 HTC 就很多时候都是前卫，先知总是孤独的。那既然聊到 HTC， 刚好我的第四支，这支就一支。好，我的第四支就是 HTC。好。哇，这个又是另一个时代，也算是结束了，我觉得。我刚刚终结了 Windows Phone 10， 你现在要终结 HTC 的旗舰机了。没错，这是 HTC U12 Plus。大家对它最有印象的事情，应该就是 HTC 最后一支旗舰。对。当年其实我们帮你频道其实就开始做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有去参加它的发表会。所以那时候我看到这支手机的感想，最深刻的感想就是，虽然迟到了，但是它终于是生出来，而且长得超级漂亮。对，很漂亮，真的。你能想象在2018的时候，深蓝色的玻璃，然后还做透的，它的工艺真的是当时我觉得没话可说，完全没话可说。在上一代 U10 Plus 就有做透明的背盖了，对，没错。但我是觉得 U12 这个比较好，因为它又加入了深蓝色的背盖，对，超级漂亮。然后重点是我每一次拿起这只手机，我都在好奇一件事情：谁能告诉我 U13 Plus， 或是你要说后来变成 U19 Plus 到底长什么样子？因为U12 Plus 已经很顶，就是几乎是无敌的存在了。你就会想说，请问 HTC， 你下一代你到底想怎么设计？反正就是真的很漂亮啊。所以，不过我想问阿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先不管之前的 HTC 怎么样，那你自己对 HTC U 系列这个时期，包括 U11、U11 Plus， 然后最刚开始的 U Ultra， 然后一直到 U12 Plus 这一段，你有什么看法吗？我觉得精致感高归高啦，但是我觉得 U 系列这样发展下来，也还是有一种一直在试验的感觉。像是 U Ultra 他们做了第二荧幕，然后就又不做了。对。然后 U12 的话，就弄了一个那种旁边的那个电容式，就是非实体的按键。对，然后后来也没了。我觉得他们比较成功的就是那个挤压功能了吧。从 U11 开始的，当年这个功能其实叫做 H Sense， 像我自己是设定短压一下会出现这个快捷选单。我觉得这个快捷选单的设计其实很棒。我觉得 H Sense 的话，就是你手压对了那个熟悉了之后，它就很好用。对，然后截图长按。只是你不会遇到说，就是你可能拿出手机来就不小心压到了吗？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因为其实说真的，它没有那么好触发。好，因为它需要两边按压，而且它需要有一定的力道。但是我这边就要讲另外一件事情，你刚刚也有提到，就是 HTC 非常创新的，你要说创新嘛，或者是非常前卫的，把他们的实体按键换成了数位式的按键，这个是最多争议的地方。很多人觉得 U12 Plus 不好用，就是这个地方。对，你要说它是最后一支 HTC， 绝对不是死在这个点上啊。但是我觉得当时有很多，就是 U12 的量没有这么多，其实当时应该有很多人受到这个按键的改动所影响。阿哲你可以因为阿哲也有 U12 Plus， 我也有 U12 Plus， 所以它应该而且我是这个红色的版本。它在没有装壳的情况下，它其实非常非常的可用。我觉得只有2个点吧，一个是它的回馈当然没有像实体按键来的这么好，然后第二个是它有在某些情况下它会有延迟的问题，就它的震动回馈没有办法及时的跟上。对，这个是我当时觉得一个跟很多年轻人可能会突然需要把声音关掉的这种情境，它很难做到这件事情，它就只能压住，它是需要按一下，它没有办法按一下，没有办法。对，没办法。但它还是蛮酷的啦，就是它这个电源按键，只要在它有电、没有开机的情况下，电源按键也是可以按下去。对。如果你有回去收藏 U12 Plus 这只手机的话，它的电源按键按不下去是正常的。
那我再讲最后一个点好了，这一片萤幕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我觉得可以说是最后的顶级的 LCD 萤幕。大家还记得 Super LCD 这个词吗？哦，这个词超有情怀的一个词。我觉得应该可以说是最后 Super LCD 辉煌的最后一代。但是它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像我这支就有。新机的时候，它下半部就已经是黄色的。对。所以在当时其实有一个很难听的名词叫做尿皮，没错，超级难听。但是我必须承认，2K 的 LCD， 然后它非常非常顶，然后对比其实也很高，所以它是一块很漂亮的萤幕。只是当时的 LCD 萤幕普遍有白平衡不均的问题。有人就会觉得说，怎么会有比如说左边偏黄，下半部偏黄？而且是新机就有这个状况，所以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嘛。三星 OLED 直接称霸了整个手机市场，对，而且它亮度也很暗呐。对，然后算是比上一代 USB Plus 还要亮。没错，当年的 LCD 极限500-600吧，可是三星 OLED 在当时已经可能可以到700-800，然后慢慢就破1000了。所以你看三星的 OLED 到现在，就是整个手机光是三星的 OLED 有70%的市占，不意外。就是完全不意外。那我这一趴就先到这边，我们来看阿哲的第4只手机。先让我继续欣赏一下它的这个红色。好，就是这一只 XO-1了。这个为什么？这个布再拿出来一次怎么行呢？它这个背盖值得你再看好几个小时，太经典了。对。它就是 U12 Plus 透明背盖的一个进阶款吧，你可以这么说。这两只手机，我觉得这一只是更好看的。睡觉前拿出来，你当天晚上应该会睡得很好。对，一定要。它们真的很漂亮，真的很漂亮。你刚刚说它的背面很漂亮，我觉得它正面也非常漂亮。那个时候已经很多手机都在做18:9的比例了，没错。但是 HTC 真的是少数18:9之外还是正方形的。然后我要讲一个重点，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侧框，就是金属中框遮起来的话，你可以去看到它的它的黑边其实非常非常的窄，对，很窄。其实当年 HTC 其实有解释他们怎么做的，其实它是把中框，然后跟玻璃还有面板，透过打磨的方式把它们整个拼接在一起，就是拼接后再进行打磨，然后磨到非常非常非常的窄。哇！真的是，你就算是现在 OLED 时代，应该也没有这么窄的机器。对，而且那只手机当时也卖不贵。对，我记得是2万出头。没错，它还没有进入到那个手机要30万的年代。我觉得后来，你从 iPhone X 开始，4万多块的手机，其实当时很 shock， 但不知道为什么到2023，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很稀松平常。我觉得苹果在当时就预测了通膨很严重。你们可以再看一下它的外形，就是它的正面。上下边框其实以那个年代来讲不算是太薄，但就是很好看啊，真的很漂亮。它左右边框也很薄。其实如果你不懂索尼为什么坚持要有上下2个黑边，看这个就对了。你看看 HTC 的这个整体的美感，你就会觉得何必要超窄边框呢？不用啊，做好看就好啦。对，好，那还有什么吗？我觉得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反正这只手机当时就真的是有一点意外的在卖场上面看到 ，OK， 就直接买下来。如果有人想要出售这只手机，请联络我们粉丝团好吗？对，我觉得你们真的很值得收藏这一只。我非常想要这只手机，但是一直找不到一只机况好的。而且你们也可以下一个标题，就是说那个时候曾经价格身价可能60几万，因为它是用比特币去买的手机。对，大家还记得吗？啊，用以太币去买的。对，他当时甚至有跟币安联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对，回到我的最后一支咯。对，来吧。我们刚刚终结了 Nokia Lumia， 终结了 Microsoft Lumia， 终结了 Windows Phone 10。你们这集的标题是什么手机终结者之类的？然后我们还终结了 HTC 的旗舰。那我们怎么能够不来终结 HTC 偏向自主研发的最后一只手机呢？我的最后一只手机就是 HTC 的 U19E。其实这支我就比较没有什么情怀了，大家都觉得想要期待下一支旗舰啊。略过。你知道我当时看到这支手机的时候，第一个感想是，U12 Plus 已经拖更了，好吧。但是你要想，这是2018年6月的机器，这个是2019年6月的机器，你怎么想都觉得还有 U19 Plus 吧？你怎么会相信 HTC 就停在 U19E 了呢？啪！
没了。然后，所以我当时它的产品叫连看都没看。我是一直到2020年的时候，才终于真正的意识到 HTC 好像真的再也没有旗舰了。你的心才这样子，我才真的把这件事情在我脑筋里面真的定下来。就我当时对这只手机一点感情都没有，甚至到现在我觉得有啦，就是我觉得严格意义上它是 HTC 最后一支自主研发的手机，后来的手机你应该都知道很不 HTC，然后它其实还是有它进化的地方，像是也不一定是进化，但总而言之就是它跟随了主流，它从 Super LCD 换成了 AMOLED。然后第二个是它有虹膜辨识，它有虹膜辨识，而且你有看到吗？我们再测试一次，我有戴眼镜哦。它整个辨识成功率是蛮高的，是不是？对，而且我有试过，它有脸部加虹膜，但所以这个速度其实是就算只有虹膜的情况下，它也蛮快，而且是真的可以过的。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改变，但是对体验的提升非常非常大。然后好，你认为虹膜不好用，你认为脸部不好用，各位它有指纹辨识，击中了脸部虹膜、指纹辨识，它什么都给你了，它全部都给了。我觉得现在的 HTC 在干嘛？然后你有看到它延续了很经典的 HTC 的透明背盖。我觉得我必须讲一件事情，后来有很多手机厂都尝试做透明背盖，大概2018年那个年代很多，但真的都没有 HTC U12 Plus 就是前后的机器经典。对 ，Exodus 就非常非常经典了。对。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刚才在讲说我很好奇 U13 或是 U19 Plus 长什么样子吗？因为这很明显就是一只中阶手机的设计啊。然后处理器用的是什么 ？Snapdragon 710，然后6GB 的 RAM，128GB 的 ROM， 然后4G 的手机。你知道为什么会知道吗？为什么？它后面有写。S70，真的你仔细看，它真的写在它的背盖上面。对啊。好，然后因为我刚好另外一只 U19E， 所以既然是这么特别的日子，大家好不好奇里面这些字是怎么出现的？我比较好奇你为什么会有2只 U19E？ 就是经典总是要被收藏的。好，这个今天是圣诞节，我们来实现一下圣诞愿，我们把它打开来。好牵强的理由。结果把它拆开了啦。那我们把这指纹排线先稍微的取下来。好，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贴纸啊。其实那个年代很多手机真的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HTC 做起来其实还是有一点质感，包括这些排线的配色，黄色的排线搭配上紫色的背盖，其实撞色起来还蛮好看的。我虽然接下来这句话有点得罪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做最没质感的那个时候的透明背盖手机是小米8。我完全记得，好像在小米8探索版嘛。对，它就是你很明显就是觉得它就是假的，就是好，你可以做贴纸在里面，可是你不要，你至少也就设计一下嘛。对，好，但是我必须说，因为大家一定很好奇，说上面标 Snapdragon 710，然后128GB 是不是对应真的在下面？我也帮大家把这个上盖拿下来了，毫无关系，真的毫无关系。它的位置完全没有对上去，完全没有在位置上。然后，但是你可以观察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个时期的 HTC 已经不像是以前的 HTC 堆叠式的设计，就是电池在下面，主板在上面。这个时期的 HTC 已经走向了主流，变成3段式的设计。你可以很明显从这只手机上感受到 HTC 已经想要努力进化成跟主流厂商做一样的事情，一切为时已晚。但是他们没有活到这个时候。对，我们最后的最后来看一下阿哲带来的最后一款机器。对，因为你刚刚讲这只手机就有点像是一种大家在期待的，然后也有给出一些惊喜来，对，但最后有点让人家失望了。那我想要拿到另外一只手机，其实也是这种感觉，不是 HTC 的，那就是我曾经使用过大概2-3年的 LG G4。哇，这只手机我不知道，因为你说你对 LG 我真的对 LG 没有很熟，但是当时这只手机它就是主打一个比较专业的拍照。这只手机虽然不是第一支啊，但是我非常记得当时 LG G4 的夜景在手机社团很强，超级强，超级强。那个时候虽然没有什么夜景模式，没有，但是它的手动拍照好像最久可以到几秒钟啊。总而言之就是，比如说你去拍烟火，拍那种101的夜景，对，
一定是 LG G Fold， 没有其他选择对，真的是前无古人。这只手机的话，在2015年上市的吧？那年代我买这只就真的是各种拍照，各种手动模式。那个时候，这真的是没有其他手机能做到这个啊！但我很好奇，因为我刚刚跟你说，我其实对 LG 没有很熟。那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请问你这只手机的 Android 版本最后停留在什么时候？应该说，它一开始是 Android 5.1的版本，是后来可以官方升级到6.0，但是是台湾官方，台湾 LG。请问全球呢？全球可以到7。没错，其实当年的 LG 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像我有G3、或者是 Flex 2这种机器，它全球版都有更新到 Android 6，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台湾就是总是停留在 Android 5。我觉得很奇怪啊，就很奇怪，但是你也可以从最后的结果看到 LG 最后走向了怎么样的未来。我觉得他们很创新啦，但是有些地方就是没有。他们真的很创新。如果你回头去看其实我认真觉得，虽然我对 LG 没有很熟，可是我认真的记得 LG 做的每一个创新。对，它有一点像是韩国版 HTC， 对，有点那种感觉，只是下场也很像。我觉得像是 LG 最后，你不觉得 LG 最后的那几款手机 ，LG Velvet、LG Wing，然后包括 LG Rollable。因为我之前很常讲一句话，就是 LG 是真的极少数的厂商，真的把概念机化为一个实体的一个概念。你如果说 HTC 在做的是创新 ，LG 真的在做的真的就是在做探索。对。他们没有在管这个东西到底卖不卖得出去，某种程度上，像是那年代可能 LG G4 好了，你随便就可以讲出它蛮创新的一个地方，像是它的真皮背盖，就是一个，然后它的可以换电池的设计，那时候已经有很多手机都不行了，也算是一个亮点。然后它萤幕其实也是有点像是 Flex 那样的，就是有点微曲的感觉。但是为什么我说它可惜？就是因为他后来真的是有一些灾情吗？对，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是高通害了他，因为810嘛 ，S808，这是808的，因为那个时候 LG 有意识到810好像不行了，然后就可能临时吧，就是变成一个对 S808的处理器，就是它的核心数砍了一些，但毕竟制程就是那样子的嘛，所以一样有过热的问题。大家知道，其实当年的808跟810是 TSMC， 对。但我觉得这个很难去厘清，因为当年的810的架构其实的确有一些问题。好了，我们好像不能再多讲什么了。反正熟悉当年历史，然后有在业界当时在工作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们上一次在做810相关的主题的时候，其实下面有很多朋友很愿意分享他们当年看到的现场看到的状况。我相信也是有很多故事的，他们可能也真的想不到 S808也是这副德性，所以他们这个散热做得不好。散热做得不好的结果就是很多实际的问题，就是因为它 CPU 处理器那边脱焊了，所以我真的觉得我这是有点像是天选之机啊，就是到现在还活着，它居然没有什么实际的问题，我也没有什么，我也不是什么中度使用者，我是有时候也会超它啊，但是你看我这边还有装一个 app， 就是什么骁龙 CPU 锁核心方案，当时就是一个很奇怪的概念，但是它核心数少了之后，反而会用得比较顺，因为不会过热了。当年810的机器，有很多人 root 是为了要去砍掉它的核心，很奇怪，但非常反逻辑的做法。好啊，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也差不多来到尾声了。其实你会看到我们这一集没有很仔细的去聊规格，因为其实，在2023年你重新去聊这些规格，真的没太大的意义，真的不重要。而是当年创造的那些回忆，然后它到底酷在哪个地方，然后是什么东西吸引了我们，我觉得是更加重要。而且不管你当年觉得它是创新，或者是在探索，至少它都有在这个历史上面留下了某一些印象。这就是我自己频道也有在做这种经典手机系列的一个很大原因啊。我做这个也不是要探讨它的规格是什么的，可能是一部分没有错，但是重要的就是它背后的那些故事，有很多东西可以谈。尤其我认真觉得，越来越多的新加入的朋友已经不太了解说为什么我们当年会对某个东西这么热衷。比如说为什么我们愿意保留上下边框而不是全萤幕的设计。对。然后或者是为什么我们可能更喜欢2颗镜头而不是4颗镜头。我宁愿你有2颗表现很好的镜头。
你也不要硬凑4颗镜头给我，这是因为我们当年都经历过2颗镜头就很强的时代啊。U12 Plus 多强？对啊 ，U11 多强？当 U11 颗镜头打天下，当年的 PTT 护版神机可是 U11 的，各位。真的。如果你有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话，好啦，所以话说回来，不管在阿哲的频道还是邦尼的频道，我觉得我们未来都还有更多的机会去详细的聊聊每一只经典的手机，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聊聊我们当年或者是我们回忆起来有哪些故事值得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而且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我这边的故事跟你这边的故事很有可能会不一样，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这些，我们的节点是不同的，而且我们的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第一只手机会大大的影响他对整个手机历史的看法。像我的第一只手机其实并不是 Android， 而是 iPhone。所以我的起始点是在一个对，其实是在一个相对精致的系统当中发生的。对，所以也可能会影响到我后来可能为什么没有去选择 Windows Phone， 或者是为什么我那么喜欢 Android， 或者是为什么我还是很喜欢 iOS 的关系。对，这些其实都是连接在一起的。各位观众要记得啊，如果我们同时出了同一支什么纪念手机的影片，我们讲的内容可是大不一样，可能会完全不一样，而且看法可能完全相左。最后谢谢大家看到这里，我是微信，我是阿哲，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没想到还有吧？因为其实我又偷偷带了一只手机过来了，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外形长怎样。这个我相信你没有看过，你有看到它背后的贴纸吗？它是一只搭载的手机。阿哲的频道，下次见，各位。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